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我们餐厅最畅销的菜，10桌里面有8桌都点了这道菜，就是老花豆腐。首先，这个老花呢，这个是新鲜的老花，这个是我们把膜已经撕掉了，已经弄得非常干净了。我们一份呢就放1副老花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老花，我教大家一个小知识，就是这个膜撕得掉的，就是新鲜的；如果说撕不掉的，那就是冻货，就是很简单。好，这个我们先放一边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的内酯豆腐，很简单的一个内酯豆腐，它其实也不是什么科技，大家不用怕。380克呢一盒，然后切这个也很简单。首先呢，切这个之前，我们要先在这个上面先切个洞，切个洞了之后呢，然后再翻过来，这里给它切一下，然后把它撕开，撕开了之后呢，直接一倒就出来了。直接就出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豆腐呢也很简单，从中间先切一刀，你看中间横着来一刀，然后推出来，然后呢直接切块，然后再横着来切，大概就是1.2厘米左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提前烧了一锅水，这锅水呢主要是用来泡这个内酯豆腐。把水倒到这个里面，开水啊，刚烧开的，非常烫，尽量呢稍微多一点。水烧开了之后呢，这个里面放一点盐啊，把这个盐全部倒进去。就是这个水呢要有一定的咸度，然后给它拌一下。这个花椒弄出来，把盐拌散了之后呢，就把豆腐放进去泡。这一步主要是去除它的异味，就是豆子的腥味，然后呢，让这个豆腐呢更加紧实，不容易碎。有很多他做这个豆腐呢，它容易碎，就是原因就是没有经过这一步，轻轻的放下去泡。哎，对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来切这个老花，老花这样子直接拿过来，老花也要切一下，如果不切的话呢，它不入味。先把小脑取下来，这个是小脑。这是大脑，一样的，切稍微大一些。对，小脑的话呢，就把它这样子切下就可以了，一样的放进去泡，非常的简单。马上切辅料，然后我们的辅料也特别简单，就是家用版的嘛，反正就是一个豆瓣酱、红油豆瓣酱都可以，老豆瓣都可以，然后再配一点火锅底料如果没有买到我的这个也无所谓。只要是火锅底料都可以，火锅底料呢不需要太多，最好是选的这种一半料一半油的这种料啊，然后给它切开，大概就是这个是500克的，一份老花豆腐呢大概用个50克左右就可以了，1/10这个的，大概是这么多1/10，切开，好，然后给它挤出来。非常简单，反正家用版的都不会特别复杂，随便切一下，好，放到碗里。好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这样子就可以做了。然后呢，提前备一点葱花，等会儿撒在上面的。我们的器皿呢，用这个煲仔，这是我从餐厅拿的啊。它下面其实还有一个酒精炉，特别是冬天的时候，上菜的时候下面烧着火。这个豆腐呢要吃的烫，这个老婆要娶的胖，这都是已经是至理名言了。好，现在准备操作。好，首先把火打开，还是一个，把锅烧热一下。这个豆腐呢，一般就泡它个5分钟、10分钟都可以啊，就一直泡着它，就不用管它了，放到一边就可以了。我们操作的时候呢，把锅烧热，下一点菜籽油。这个菜籽油呢不用太多啊。大概这里就是30克的样子，把油温烧热，不要烧得太热，就有点热就可以。然后呢，看到这个葱头没有啊？下点葱头爆一下，降一下温，下这个火锅底料。火锅底料要开小火，这绝对不能够开大火。开大火的话，这个渣的一部分就会糊，一糊就会发苦。然后我们既然用了火锅底料，就不能用猪油，因为猪油跟牛油呢，猪油的脂香味会盖过牛油的脂香味会盖过猪油，
所以就不能用它。然后呢，我们下这个豆瓣酱，下个1瓢半的样子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再小火给它炒，就把这个油，你看温度起来了就可以加水了，不用熬太久。好，水加完了之后呢，调个味，放一点盐，放点味精、鸡精，一点点白糖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开小火，我们把这个泡了豆腐啊，老花和豆腐一起倒出来，一定要慢一点。这个一下子倒出来的话，会把它冲烂。反正现在的这个豆腐啊，非常的 Q 弹，你看。是不是啊？好，直接下锅，先下锅直接烧。这个烧这个老花豆腐一定要小火。一般像我们餐厅里面做这个呢，就是把老花提前用这个料汁把它泡在里面，放到蒸箱里面，一直蒸着，蒸个20分钟，完全入味熟透了之后呢，就整个了，然后再放到这个汤里面来，给它弄碎，这样子的老花就特别入味。但是如果你不是大批量制作的话，没有这个必要。而且这个豆腐呢，现烧，老花现烧肯定没有提前20分钟煨进去的那么入味。还有就是烧这个呢，你看，如果说豆腐没有经过浸泡啊，你开大火一咕噜，这豆腐一下子就烂了。所以说我们这个用盐水浸泡过的豆腐，它韧劲非常强，冲都冲不烂，看到没？这就是最明显的，看到没？它不烂，它比较完整，而且很嫩，但是呢非常劲道。然后我们勾芡的话，就是用这个土豆淀粉给它晃一晃。我上次去参加一个展会，这个淀粉居然都可以预制，它就不用晃，它里面加了一个防止它沉淀的一个东西。现在科技真是太发达了，这个在我们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呢要尝一下味道，味道不足，现在还可以补。哇，一次就很准。不用补，烧这个老花豆腐要小火，小火烧个10来20分钟，10分钟都可以。也就是说，这道菜呢，它烧出来比较入味。看，让你们1比1的感受一下，我这火也不是特别大。就这么一直烧着。汁水收的差不多了，再去勾芡。我们看怎么评判能不能勾芡呢？你看啊，让你们感受一下，现在这个原材料啊，它是被汤汁淹没的。我们要达到勾芡的效果，起码这个原材料它要露出来至少30%、40%了，再开始勾芡。这是很多人做类似于麻婆豆腐啊或者烧菜他不懂的一个。你汤汁太多了，一勾芡的话呢，它其实芡汁并没有包裹在原材料上面，而是全部都在汤里面。这个状态再烧个1分钟左右，就可以勾芡了。你看我开大火冲，它也不会烂。这个就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处理就比较好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这个豆腐已经有差不多20-30%已经裸露出来了。如果说需要汤汁多一点的话呢，现在就可以勾芡了，已经冒头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开始勾芡，轻轻给它晃一下啊，晃一下，然后倒一点下来，一定要少，一定要少少的加，不要一下子加下去，一定要少。加下去了再推，
看到没有？我推的时候啊，你看锅里面，它下面已经干了，看到没？它下面是干的。我这样子推可能看得清楚一点，你看，这样子推的时候，它下面是干的，就说明芡汁已经红了啊。而且这么推豆腐也不烂。再来下一个，这个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勾啊，不要一次性勾得太拢。你看，我这样子勾，这样子推，大家看得到，锅底下它其实是干的啊，看到没？而且我这么推，豆腐没有烂。好，你看现在油是不是开始亮了呀？再来第3次，继续推，你看下面有点锅巴了啊，有点糊锅巴了，就说明呢汁水在逐渐的变少，其实还是没有够的哈。收这个汁一定要把油要收亮一点再出菜，看到没？现在收出来汤汁就比较少了。OK， 再来最后一次。好，已经非常好了，这个时候关火，就可以上菜了。看到没？它这个上面是油，我们只有把里面的水收的差不多干了，你看这个豆腐上面包裹的才是汁儿，看到没？一定要收到这个状态啊！如果说收汁没有收到亮油的话呢，那这道菜它就是水分过重，就很容易那个变冷。你看一下我锅里面，实际上锅里面是已经收干了，其实没有什么水分。你看扒在锅上面的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芡汁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叫芡汁。同样的道理啊，它能够扒在锅面上，也能够扒在豆腐上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最后再放一点葱花。我其实刚才是展示的是推的次数比较多，这个豆腐稍微偏碎一些，这时候就差不多了。如果你喜欢吃麻的啊，再搞一点这个花椒面上去，撒点花椒面就绝了。OK， 这一道菜看起来就非常的红亮，油呢也在上面。你吃之前感觉不烫，没有怎么冒烟，实际上这道菜非常烫。好，尝一个，味道怎么样？这个要用勺子啊，就不能用筷子了。搞一块起来看一下，看嫩还是嫩，非常嫩。这个搞一个豆腐，再搞一个猪肉，你看这个是猪肉，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一起多吹几下，非常烫。因为它现在这个状态呢，是芡包着食材。然后呢，食材被油包裹住了，看起来一点烟都不冒，实际上非常烫。不错，老花非常嫩。豆腐，用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词，就是真的是入口即化。但是呢，用勺子搞起来，你看它比较完整，看没？这个状态就非常好。现在在冒烟了，被打起来的时候没有冒烟，就这个状态非常好。而且呢，我们冬天的时候下面再加着热，再放一根飘竹，就是蜡烛，它就是能够保个温，冬天非常的受欢迎。而且这道菜非常下饭。很嫩。我再用筷子夹一个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豆腐呢，筷子可以夹起来。如果不进行泡水这一步啊，它一夹就碎了，而且不用说到最后，这中间烧的时候就已经碎了啊。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其实豆腐比老花还嫩。这道菜其实最开始就是从豆腐烤老花演变过来的，最后就上了中餐的桌子上。我第一次知道这道菜的时候，应该是在2004年的时候，21年前，22年前，那个时候，这道菜非常非常的颠覆我的认知。然后这道菜呢，就是你如果在家里面做，就很简单，就不用搞什么泡椒酱啊，也没有什么秘制调料，你就一个火锅底料，再加一个豆瓣酱，直接这样子烧。放点鸡精、味精，放点盐，直接就 OK 了，不需要什么花里胡哨的。
最后再撒一点花椒面，非常的下饭。而且这道菜再配个素菜，那其实够3个人吃，非常下饭，就是川菜里面的比较好的一道菜，推荐给大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